视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用最复杂的做法做最寒酸的菜，每一步都让人意想不到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我们来到京畿道坡州市的大城洞村。大城洞村呢，又被称作韩国的自由村，由住在非军事区的韩方一侧的美军司令部管辖。这里目前有46户家庭，197户村民居住在这里，主要靠农业为生。韩国政府准许这里的村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是其他韩国农民的10倍，因此他们的收入远高于韩国农民的人均收入。同时，只要是大城洞村的村民啊，还可以免除税收，男性公民更是可以免除兵役，所以这里的农民生活质量还是很高的呀。这不，大叔们忙时在稻田中不仅可以收获水稻，闲时呢就捕捉泥鳅来制作美食。大叔们把捉来的泥鳅用盐水清洗干净，并挤掉身上的粘液，风干成泥鳅干。接下来再用大锤在风干的泥鳅干身上使劲锤，直至全部变成细腻的粉末状，这就是当地绝佳的调味料。大叔给我们解释道呀，这里的人不管吃什么都喜欢放一点干泥鳅粉，这样味道更加马西骚呀。接下来大叔就开始用这个泥鳅粉做美食了，先把焯好水的青菜还有大葱切成段，然后在里面加入韩式老方和盐搅拌均匀，再全部倒入加过泥鳅粉的汤中。大叔看盆里啊还沾了点菜，也没有浪费，舀勺水涮水也全部倒到汤里，完事就开始大火咕嘟了。10分钟后，吃完道歉300大卡的韩式泥鳅青菜大葱汤就算是做好了。吃的时候再往里面放点香菜，虽然看不到泥鳅的身影，汤也略显潦草，但是每一口都能品尝到美味的泥鳅风味，味道那是相当的马西骚呀。而大婶这边正在做一道更加复杂的菜，大婶给切成片的青辣椒每一片上都均匀的抹上土豆淀粉，然后再放在太阳下晾晒1个月，晒好后的辣椒饼变得又干又脆。吃的时候加入酱油、香油和小葱，然后在锅上大火蒸煮，就成了美味的辣椒土豆饼，口感既筋道又顺滑，既是菜肴又是零食。而那边锅里大婶早早的还炖上了青鱼，调味料很经典，依旧是韩式老方，红彤彤的辣酱抹在煮到差不多的鱼上，然后大火炖煮。韩式老方的辛辣可以去除炖鱼的腥味，使鱼肉变得更加的美味。等到鱼炖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再在上面放上紫多多的老茄子和辣椒，之后再大火使劲炖煮，再等个10分钟左右，美味的韩式辣炖鱼就做好了。完事，大婶们就开始给去田里工作的孩子们打电话回来吃饭了。鱼炖好后，今天的菜肴就全部准备完毕了。今天的菜呢虽然不多，但是含酸量却非常的高，每一道都十分的花功夫。1个月才能晾晒好的蒸淀粉辣椒，还有先是晒干又是砸成沫的泥鳅粉做成的韩式青菜泥鳅汤呀。最后依旧是经典的韩式炖鱼收尾，甚至还有一个炸土豆丸啊！今天这个配置绝对可以在我这个节目中排上号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又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走